哎呦，杨队长来看病人呐？本来是送东西的，然后顺便看看田勇。啊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吧？夏初。啊，到。做一下病情陈述。病人田勇，年龄32岁，因为左胸腔室中弹，在伊萨亚联合医疗队接受了开胸手术。子弹已被取出，术后2天从伊萨亚转送至本院 ICU， 经过药物治疗之后情况良好。目前病人血压120/80，心率平稳，胸腔和心包引流管通畅，引流量24小时引流100毫升。那下一步该做什么？复查心脏彩超、胸部 CT、血常规凝血全套，看胸腔和心包引流管引流量是否减少，颜色是否渐转清亮，考虑是否在近期予以拔管。应该说，恢复得很不错。张医生，这田勇不能有什么后遗症吧？你现在有什么后遗症吗？哎，夏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就是在伊萨亚我跟你提过的那个伤的比田勇还要重的军官。现在都2毛1了吧？嗯。首长，久仰大名。我俩认识。你俩认识啊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？其实也不太算认识，就是之前在伊萨亚被挟持的时候打过照面而已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解救人质的是你对吧？那你俩认识，怎么还这么客气呢？不知道啊，回来还见过好几次呢。有什么渊源吗？没有。啊，他说没有就没有。好，那行了。田副队长病情有什么问题，以后啊，你就找夏医生吧。没问题。好了，下一个病房。梁木泽，你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会给我招惹很多的麻烦？我都说了实话了。你傻白甜啊！不知道怎么面对流言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梁木泽，现在不叫首长了是吗？夏医生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觉得这种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的鸡贼人生观适合你的话，那你就继续发扬下去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跟你说过，我喜欢简单、直接。认识你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，我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撒谎。所以，如果你愿意演，那你继续演，我没有义务配合你。不对呀，不对什么？你不是特种兵吗？怎么了？特种兵的人设难道不应该是高冷炫酷、不善言辞的硬汉吗？怎么到你这儿人设就垮了呢？像你这么多话，万一要是接一个几天几夜埋伏狙击的任务，不让说话，不能动弹，那岂不能逼死你？搬家的时候，把所有东西都给我带走。那，梁队啊，过来吃饭呢。饱了。说我傻白甜，我是真接受不了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开玩笑吗？我哪像傻白甜？说一个军官傻白甜，田勇，你说我梁木泽作为军校最优秀的毕业生啊，你的队长，我从各个方面，身体素质也好，我是军事技能也好，思想觉悟也好，哪方面他不是1等1的？凭什么说傻白甜？我这都不是最生气的啊，最生气的是什么？当着他同事的面非装跟我不认识，认识我怎么了啊？你说认识我怎么了？丢他人了是不是？你老在这吃，我问你话呢，你说话呀啊！一会儿，别困了，我问你话呢。回
回答你了呀。你当什么了？摩斯密码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啊，对吧？万一哪一天，保不齐你要是被俘虏了，滚蛋！怎么不是你被俘了？万一嘛？万一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在我这儿就没有被俘虏的选项。太理想主义了，少校。没有理想，你当什么兵？没有理想，你怎么当兵？你当初当兵不是为理想来的？我是为了生存。我孤儿院长大，没爹没妈，高中毕业也没找着啥好工作，啥理想，找点出路吧。天佑，我告诉你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就算你当时是为了生存来到部队，但是一待就这么多年了，多年以后，理想早就超越了生存本身。我告诉你，对吧？你也不用不承认，你不承认也没有用，啊！你看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啥呀？就这个？对，好好拿着，留个纪念，以后长个记性，啊！谢谢队长，拿着。有心呢。疼就对了，疼就长记性了。忍住，这让我伤口疼。我给你拿去。我觉得是那两句话给他送过来的。有事儿吗？我打赌，你穿的鞋子跟军装，是那位梁军官给你送来的吧？当然不是，他在追你。怎么可能？哎，你们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他好像跟张医生很熟的样子。我怎么知道？所以当初你能去伊萨亚参加那个国际医疗项目的培训，是他替你向张医生打的招呼吧？梁木泽出任务去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小军失踪了，他可能会去部队找他。啊什么啊！你赶紧回部队。如果见到梁木泽的话，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；如果没有见到的话，一定留意。万一小军真的去部队了，立刻把他带回来。这孩子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心病，必须立马住院接受治疗。万一耽误了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知道吗？夏医生，怎么样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进行手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夏初，你说实话。我怎么了？我们病人家属需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情况。夏医生，是不是小军的病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，是什么不是？到底是不是？你那么凶干嘛？我只是一个住院医，我能说什么？你能说什么问我啊？说你该说的。只是我也不是很确定。那就赶紧确定，好吗？你是医生，如果你都不能让我们清楚了解到孩子的病情，你不配做医生。梁木泽，你够了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作为小军最重要的人，你除了让他感到不安，担心你随时都会离开，再也见不到你之外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他的病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，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
如果你觉得我不配做一个医生，那你就更不配当一个父亲。哎，夏医生，其实小军的病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你在干什么？夏医生说，小军的病情不单单只是房间科缺失的问题。你要听他的。我们需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情况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再做一个 CTA 的检查。你只是心外科的一个住院医，无权干涉我的诊断。是我让他过来的。李医生，过来一下。过来一下。把病人资料我看一下。心超显示很清楚，就是房缺导致的肺动脉高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可是芯片上看，房缺缺口不算大。从房缺发展到肺动脉高压，那病程得10多年呢。你真的确定？也许有例外吧。不能也许，你必须用数据告诉我，它就是那个例外，或者不是。啊，这样吧，现在你们心内请求心外会诊，没问题吧？你是上级医生，你决定。OK。你好，我是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一驰。我们打算对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检查，来确定他的病情。会不会很严重啊？只有检查之后才知道了。李大夫，麻烦你赶紧申请一个 CTA 的申请单。好的。别忘了通知一下影像科，急诊查啊。小朱，申请单出来之后，你带病人去一下。是。别太着急。老师，怎么样？你是对的。房间隔缺损，合并左下肺动脉异常，起源于降部动脉。心超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介入手术方案也做调整，比我们预计的要复杂得多。不过还好，幸好提前发现了，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。这样吧，家属那边我去沟通，你回去补个觉吧。老师，谢谢您肯帮我。说实话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一个叫张一驰的菜鸟。当年他和你一样，觉得医生就应该是治病救人，天职，所以每天查房、值班、写病历、上手术，不知疲倦，真的不觉得累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昨天晚上，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。谢谢你。老师，但是你给我记着啊，以后千万别再私下接触病人和家属，
千万别再给我招惹一些莫名其妙的麻烦。嗯。否则的话，你就甭想上我的手术。明白。再见。啊，夏医生，梦真姐，夏医生，我来给你说声谢谢。张医生都告诉我了，小军的事情，要不是你及时发现，后果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只要小军的身体能够康复就好。昨晚的事情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梁木泽那个人挺好的，但是一遇到小军的问题呢，他就会有点不近人情，所以我代他跟你道个歉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我明白，孩子生病了，做父母的应该……不是的，我想你有误会了。阿泽他不是小军的父亲，他是小军爸爸的战友。8年前，小军的爸爸牺牲了。那个时候他还在我肚子里，所以从他出生到长这么大，陪伴他最多的就是阿泽，还有他那些战友，他们都很照顾我们，所以小军对梁木泽很依赖。其实我不怕住院，那你还跑？我怕你讨厌我。嗯？你是军人，我叫小军，我应该像你一样，很勇敢，很有力气才对。可我不是被同学欺负，就是生病。久了，你就不会喜欢我了。小军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以后啊，你变成什么样，你是特别优秀呢也好，你是特别糟糕呢，也一样。我对你的喜欢，一点都不会改变的。那个医生姐姐呢？医生姐姐怎么了？你喜欢她吗？我喜欢她什么？你脑子坏了你？我昨天都看见你们俩吵架了。吵架怎么了？我喜欢轩轩，我就爱跟她吵架，都是套路。会的不少啊你，嗯？不许告诉珍姐啊！放心吧，这都是男人的秘密，知道吗？吓死我！对不起。每一天小小的陪伴，与你相关，不错过就从不遗憾。习惯你的习惯，从早餐到晚餐，尽所有时间陪伴。喜欢你的喜欢，细节里的敏感，靠近着就会心安。梁队长，干嘛？昨晚的事情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？你想什么呢？小军妈妈都告诉我了，那次任务可能给你留下了沉痛的记忆，没准你的失眠就是打那儿来的，创伤后遗症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。虽然你照顾小军母子这件事情看起来是挺感动的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吗？逃避什么？把自己置换成小军父亲的角色，以此来逃避你战友已经牺牲的事实。